大家好，我是大厨阿斗。把猕猴桃放进蒸锅蒸1分钟，这个作用真是太棒了。众所周知，猕猴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水果，有维 C 之王的美称。它富含膳食纤维，酸甜可口又多汁，很多人都喜欢吃。但是我们从水果店铺或者超市买回来的猕猴桃总是特别硬，有时候放上1个星期都很难熟透，等到好不容易放熟了吧，有些果子还放干放坏了。那么有没有快速催熟猕猴桃的方法呢？当然是有的，4种催熟猕猴桃的方法分享给您，看看哪种方法您最喜欢呢？第一种方法，水果催熟法。这个方法呢，估计很多人都会比较熟悉，就是用一个成熟的水果来催熟不熟的猕猴桃。可以用来催熟的水果很多，常见的有苹果、香蕉、橘子和芒果等，而苹果又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其实呢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，冬枣的催熟效果最好，但是冬枣有季节性，不像苹果1年4季都有，因此苹果成了催熟之王。首先准备一个保鲜袋，将猕猴桃放入保鲜袋中，再把成熟的苹果放进来。重点来了，我们要排除掉一部分空气，再尽量把袋子扎紧。那么这样操作催熟的原理是什么呢？成熟的苹果是会做有氧呼吸的，它会释放一种自然催熟剂，一种叫做乙烯的气体。乙烯的浓度越高，催熟的效果越好。当我们扎紧了口袋，乙烯气体就不会挥发出去，在袋子中会逐渐的聚集，因而浓度变高，高浓度的乙烯会加速猕猴桃的催熟。其实等到猕猴桃完全成熟后，它本身也是可以挥发出大量的乙烯气体，同样也可以用来催熟其他水果。但是此刻青涩的它就需要苹果的帮助了。我这里打个比方，好比一个班级里面来了一个知识渊博的老师，能加速学生们获得知识一样，最后优秀的学生也能成为小老师，带动其他同学共同学习和进步，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。用水果催熟法需要3到5天的时间，猕猴桃就会熟。水果催熟法效果好不好用，取决于以下几点：放进去的水果成熟度高低，催熟水果数量的多少，以及袋子的密封性是否严密。第二种方法，大米催熟法，这是一个流传多年的方法。我记得我父辈就常用这样的方法催熟各种水果。首先，我们用清水把猕猴桃洗干净，全部洗净后，我们把猕猴桃取出来，放在一块干净的案板上面，让大自然的微风把它们都吹干。等完全吹干后，我们准备一个装米的缸子，把猕猴桃插入米中，然后轻轻地旋转，同时往下按，切记不要太用力，动作一定要温柔，且不要伤到猕猴桃。米是具有流动性的，不需要太大力气，也是可以轻松地将猕猴桃插入大米中的。完全插入后，我们用大米盖住猕猴桃，再盖上盖子，大约4天左右，猕猴桃就逐渐催熟了。大米本身其实并没有催熟猕猴桃的作用，但是它会给猕猴桃一个密闭的空间、合适的湿度和温暖的环境，这些都便于猕猴桃自身释放出更多的乙烯气体，最终还是靠乙烯气体浓度的增加，加速猕猴桃的成熟。这就好比我们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，能有效提高学习效率是同一个道理。用大米催熟法需要4到7天的时间，猕猴桃就会熟。大米催熟法效果好不好用，取决于以下几点：放进去的猕猴桃自身成熟度高低，米缸里面米的多少，以及米缸的密封性是否严密。第3种方法，牙签催熟法。我们准备1根牙签，在猕猴桃的两端插上几个小洞，不用插得太多，也不用插得太深。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方法，也被人戏称为牙签破坏法。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，很多水果只要磕碰一下就会特别容易熟，而且极易腐烂。这是因为伤口会让水果剧烈的释放乙烯物质，这是水果的一种生存策略。插好后，我们用保鲜膜把猕猴桃包起来，这一步必不可少，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的滋生，也能够加速猕猴桃的成熟。包好的猕猴桃放在温暖的环境存放就可以了。用牙签催熟法，2到3天的时间，猕猴桃就会熟。这个方法也是有缺点的，就是一旦发现成熟，就要赶紧吃掉，留给我们的时间特别的短，稍微没有注意就极易变质。故而这种方法只适合少量水果的催熟。接下来分享第4种方法，蒸汽催熟法。
这也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，第2天就可以吃了。准备一口蒸锅，水开后调成最小火，将猕猴桃放入蒸锅里面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开最大火，足气蒸1分钟。这个时间一定要严格控制。1分钟以后，我们立刻打开盖子，取出猕猴桃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自然的放凉。等全部凉透后，还是将全部猕猴桃放入一个保鲜袋，尽量排掉一部分的空气，然后扎紧口子密封保存。这个方法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利用高温蒸汽烫伤猕猴桃的表皮，但是不会伤及内部的果肉，也不会造成维生素的流失。这样处理过的猕猴桃，它的整个表皮就处于轻微受伤状态，它就会疯狂地释放乙烯气体，从而快速地将猕猴桃催熟。这是最快的方法，处理得当，第2天就能吃到香甜的猕猴桃了。那么我们怎么判断猕猴桃可以吃了呢？我们用手指按压猕猴桃的2头，这是猕猴桃切开的样子，和它的中间会有一个白心，这个地方往往是最后熟的。如果按压2头，发现富有弹性，明显感觉比较软的话，就是说明猕猴桃的内部也熟了。这时的猕猴桃吃起来味道最甜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